这伙考古队进入一座地下迷宫，神秘大船竟然悬浮空中，领头的大喊这就是神域。然而不等他们高兴，四周飘起无数的蓝色孢子，突然这些孢子冲向空中，全部朝着大船汇聚，而且还变成诡异的红色，随着藤蔓缓缓缠绕。一名红衣女子出现在船上，她在船上唱起某种古老的歌谣，整个考古队盯着她，像是中了幻术。而红衣女子在这时飘向考古队长，并缓缓伸出了手。队长似乎也认出了红衣女子，他伸出手去触摸女子的指尖，红衣女子破碎成无数红色孢子，直接穿过队长的身体。无数身穿破旧衣裳的战士从天而降，举着手中的武器疯狂杀戮。队长将手中的考古样本交给手下，就此倒地不起。与此同时，离这里3000公里的城市里，一只红色的孢子在玻璃瓶中横冲直撞，终于他突破瓶子的束缚，直直朝着男孩飞去。下一秒，男孩直接出现在地空，亲眼看到了这场追杀。其中一个逃跑的人冲着男孩撞来，居然直接从他的身体里穿过，原来这只是男孩的灵魂。多年之后，男孩终于长大，他叫老三。他始终觉得自己当年的幻想是真的，而他的父亲就是考古队队长。从那次探险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为了查明真相，老三始终在寻找那个名为八幡神域的地宫，而他手里唯一的线索就是父亲出发前给他的考古队勋章。这天，他和好友胖子鬼混回来，竟发现屋内的东西七零八落，到处都是被翻过的痕迹。难道是遭贼了？老三顿时大惊失色，赶紧跑到床底下，拉出一个盒子，万幸这个勋章还在，而且他发现其他的东西并没有丢。这伙窃贼明显是冲着勋章来的。老三立刻意识到这是寻找八幡神域的机会。很快，他们找到半山派传人茉莉，想从他这里打探八幡神域的下落。然而茉莉并不想搭理他们，扭头就要回去。这时老三开口了：“必有宝船，在沧海，在天山。”黑山。茉莉脱口就要对上下半句，但立刻意识知道自己失态，知道老三并不是门外汉。茉莉终于告诉他们，八幡神域可是至阴至邪之地，普通人去了有去无回，还是不要去冒险的好。凡是和神域沾染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最近还有另一批人也在打探神域的下落，他们出手很辣，撞上只有死路一条。老三听到后神色大变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大意了，立刻和胖子冲到医院。可还是晚了一步，一群黑衣人抓住刘叔，老三两人也被这群人拿下。眼镜哥见到老三很开心，省得我再去找你了。老三这时明白，他们就是去偷勋章的那伙人。可眼镜哥完全不做回答，直接举起手枪逼问老三，让他交出八幡神域的地图。这可把老三整懵了，他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。但眼镜哥认为他死鸭子嘴硬，把手枪上膛就要开枪。就在此时，刘叔突然开口：“眼镜哥听到后面露喜色，他终于找到八幡神域了。说罢直接带人离开，而老三几人也结成队伍。行至沙漠之中，沙漠里钻出一只呆萌小动物。胖子看到后赶紧上前想去摸摸，突然老三喊住他，那只沙鼠很危险。胖子不信一只老鼠还能翻天，于是趁着沙鼠逃走，点燃炸弹一把扔进洞里，一声巨响之后，整个洞都被炸上了天。哪有什么危险？胖子显得十分得意。然而下一秒，地面一阵骚动，无数沙鼠从地洞里钻出来，朝着胖子就开启冲锋。吓得胖子赶紧举手投降，但沙鼠没那么容易放过他。正要进一步攻击时，老三大喊一声跑，胖子正要夺路而逃，却发现沙鼠们反倒是纷纷扭头逃窜。没一会儿就全部消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老三突然觉醒了超能力？这时一直在旁默不作声的茉莉大叫不好。果然老三背后不远处铺天盖地的沙风暴朝几人席卷而来，大家赶紧上车逃命。但大自然的恐怖远不是人力能够抗衡的，很快他们的汽车被沙尘暴吞没。等老三再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竟然在一个帐篷里。他一脸懵逼地走出来，看到胖子和茉莉也在这里，原来是这里的部落发现了他们。渐渐的，老三发现这个部落似乎十分古怪，村民们全部身穿寿衣，脸上涂着莫名的颜料，在仪式上举起双臂高声呼喊：“以我族血，洪荒四方，血神兴！”老三找到一个少女询问，对方告诉他们，那是他们部落的祭祀仪式。相传远古时期，他们的祖先外出寻找水源，结果发现了一艘悬空大船，并且还找到了去往天国的路。但这里有一个邪神把守，族人被他降服，便一直守护在这里。已经有数百年没有人来过这里，只是最近怪石沟那边似乎出现了车轮音。老三几人猜测，眼镜哥应该也找到了这里。他们拿出地图分析现在的位置。茉莉拿起笔记本打算寻找线索，突然笔记本里划出勋章，还掉进了水杯里。老三赶紧拿出擦干，谁知却让他发现了勋章中的秘密，里面藏着一张通往八幡神域的地图。几人高兴地约定明天出去寻找，可他们不知道门外有一双眼睛正悄无声息地盯着他们。隔天三人根据地图来到一处荒漠，突然天空刮起黑风，一群怪鸟在四处盘旋，
一座倒悬在空中的古城就笼罩在他们头顶。先用易经八卦推算，这是一座古老的八门无量阵，一旦陷入九死一生。刚想喊两人撤退，可阵法已经启动，地面不断被炸开，地下的流沙也开始陷落。几人在阵法里拼命逃窜，还好这次过来，茉莉带着他的宠物穿山甲，根据穿山甲的指引，他们成功找到一条生路。虽然暂时没有性命危险，可现在仍在阵法之中。茉莉四处张望，想要找出生门，但没等他算出，胖子就一个不小心陷入流沙。还好两人舍命拉拽才救下他，但背包还是陷入地下。终于茉莉找到了生门所在，领着两人一路狂奔。然而远处一支冷箭已经瞄准三人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手突然推了弓箭一下，可还是射中了胖子的腿。原来是部落的人发现他们闯入禁地，想要把他们杀掉，而部落少女觉得几人并不是坏人，于是救了胖子一命。三人有惊无险逃到一处空地，但老三意外看到茉莉的纹身，他怀疑茉莉和眼镜哥是一伙。茉莉不愿意过多解释，于是几人不欢而散。老三胖子继续寻找八幡神域的入口。很快他们来到一个奇怪的门前，一个小土坡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个门。看到这诡异的一幕，老三没有丝毫慌乱，他知道这就是通往八幡神域的入口。他摸着土门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他一边念着古老歌谣，一边思考这代表什么意思。他抬头看向天空，一边是太阳，一边是月亮。突然他灵光一闪，日月皆倒转的意思就是站在这里就同时能看到太阳和月亮的地方。老三用双手一阵比划，最终指向了地面的一个土坑，虽然看起来十分普通，但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。胖子和老三开始奋力挖掘，谁知真的让他们挖到了一个入口。两人迫不及待地进去，没走多久他们就找到一个宝藏箱，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。胖子高兴坏了，然而还没高兴2秒，眼镜哥竟然带着手下出现，瞬间2把枪就顶在两个人脑门上。正当眼镜哥要干掉老三时，一只穿山甲突然扑上来，一口咬住眼镜哥的手腕。茉莉赶来挥舞皮鞭，把手枪卷起，抢先制服了眼镜哥。眼镜哥只能乖乖照办，可他丝毫不怂，反而问了茉莉一个问题：进去想知道吗？茉莉听到这话有点失神，眼镜哥却变态似的笑了起来。趁着茉莉没有反应过来，他夺过手枪打算反杀，但胖子已经事先有所准备，一捆炸弹下去地动山摇。老三拉着茉莉趁乱离开。等到震动平息后，三人找到一面墙，茉莉看出这里有古怪，果然这里只是一处障眼法。他们破墙而入，发现里面有一幅壁画，描述着一个神奇的传说。就在1000年前，天降宝物可以引领人们通往天堂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最终被一个女孩得到，她成为了法力高强的邪女神。突然部落女孩发现这里满地都是尸体，正是当年的考古队成员。几人继续前行，终于找到那艘悬空的大船，周围漂浮着孢子，证明着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八幡神域。这时眼镜哥也带人追了过来，就在双方打算拼个你死我活时，无数孢子腾空而起，朝着大船汇聚，瞬间变红。接着幻化成一个红衣女子，唱起歌谣。这一切和10年前一模一样。眼镜哥不信邪，举枪朝着红衣女子射击，可女子会瞬间移动，眼镜哥的枪根本没有用，所有人陷入了幻觉。有的人在水中看见金银珠宝，有的人看见死去的至亲，还有人看到美艳的娇娘。而当人们清醒过来时，无数僵尸兵团再次从天而降，举着刀冲进人群，开始杀戮。几人爬上大船，却发现红衣女子早已等着他们。面对女子的护卫，几人完全不是对手，只能再次落荒而逃。可这时女子伸出手指，轻轻一点，就把老三带进了幻境。在这里，他看见至亲的消失。正当他要崩溃时，外边的眼镜哥忍不住从怀中掏出一根权杖。所有的僵尸竟然全都凭空消失，老三也趁机从幻境中逃走。这根权杖正是半山派的至宝。茉莉见状，立刻挥舞鞭子和眼镜哥争夺起来。混乱中，降魔剑脱手飞出，藤蔓变出一个红眼巨人，一群小弟被当场秒杀。唯一的机会就是降魔剑，茉莉一鞭子抽起他，而老三立刻飞身去取。然而红衣女子再次出现，把他拖进了幻境。这次老三看到了自己父亲，他明白自己的使命，要带着小伙伴活着离开，永远解决八幡神域的一切。这股力量让他突破了幻境，一剑砸在了红衣女子头上，瞬间神域地动山摇。最终胖子几人在神域倒塌前逃出这里，而老三和眼镜哥却没能来得及逃走。